今天又来到偏遠的地方这次呢要拆解從江戶時代流傳至今的日本的一個怪談在中文圈被稱為日本三大女鬼之一的淚淵的故事。大家有沒有想過一件事兒？如果一個人被殺，但名字被講錯，身份被誤會，連故事都被改寫，那這個人還算不算真正存在過？那淚淵呢，表面上是一個怪談，但它真正恐怖的地方是，連後世都在幫忙把錯誤重複下去。而今天這支影片不是要再講一次故事，而是要看看這個故事到底隱藏了多少沒被說出來的東西。故事發生在江戶時代下總國，大約是現在茨城长总市一帶，也就是現在咱們所在的位置。當時有一名農夫迎娶了一名女子，女子帶來了一個孩子。這裡先說清楚一件事這個孩子不是農夫的親生兒子。那日文原典裡呢，用的是次来沟，也就是女子前一段婚姻留下的孩子。那孩子叫做柱，柱长得非常醜在村子裡被當成異類，在家裡被視為負擔。有一天，農夫帶着柱過河，在鬼怒川的一處深潭把他推了下去。那個地方後來被稱為淚淵。之後，女子生下了一名女兒，隨着她長大，外貌卻越來越像那個死去的柱。村民開始私下叫她淚。後來淚出嫁，丈夫無法忍受她的長相，最終將她殺害。從那之後，與這個家族有關的人接連發生不幸，直到一位高僧出現，這段故事才被強制畫下了句號。那我們先在這裡停一下。如果你在中文圈聽過這個故事，很可能從一開始就已經聽到被淚過的版本。那第一個錯誤柱被說成農夫的親生兒子，但在原典裡他從一開始就不屬於這個家。這不是細節的問題，而是整個故事的核心。一旦這個搞錯了，翻譯錯了，那整個故事全都變了。那第二個錯誤呢，柱在中文裡常被叫做央，但在所有日文資料裡只有一個名字，那就是柱。一個被殺的人名字被換掉，你不覺得這件事就已經很怪談了嗎？那第三個錯誤呢，這被說成父殺子的倫理悲劇，但事實上這是一個排除外來者的故事，不是衝動，不是情緒失控，而是這個人已經不被需要了。我們要注意一件事在整個淚淵裡柱沒有詛咒過任何人，淚也沒有主動復仇，沒有誰突然變成怪物，所有的事情都是人一步一步做出來的選擇。所以這個故事裡真正的怪物不是怨靈，而是那個想法，只要我不承認，就當作沒發生。那很多人以為淚是那個女人的名字但在日本裡淚讀成卡薩內，真正的意思是重疊、重置。柱被殺，但他的外貌重疊到了女兒身上；淚被殺，但他的人生重疊到別人的人生裡。這不是復仇，而是一種錯誤沒有被中斷。所以我才會說，淚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種狀態。現在來到這個位置就這竹林後邊就是柱被淹死的淚淵了。那淚淵的再往外就是鬼怒川。但是现在这个竹林太茂密了，已經沒有路可以進去了。那條路是不是可以走過去看看已經到這兒了，還好他說的是沒有不讓進嚯，我看看能不能走。淚淵為什麼是淵呢？淵不是河，也不是湖，而是水突然變深看不見底的地方。在日本的觀念裡這是一種界限。那柱被推下去的那一刻不是單純的死亡，而是被從世界上抹除掉了。那生活還要繼續，村子照常運作，只是少了一個人而已。找到了！哎，前面那個樹長得太高了，看來有點很長時間沒人來了。
哎呀，只能這麼看了。大家應該能看到這塊有一個深潭了哈，這塊就是淚淵了，然後再往外啊就是鬼怒川。哇，不能亂走啊，要不然我就找不到我來的路了。這看着都差不多呀。我在这找了找，還真沒有找到路，應該是好長時間沒有人來了。這還是冬天，沒有樹葉，要夏天的話更看不到了。現在唯一能看到的辦法呀，就是用無人機了，從高空拍，或者從网上查這個衛星地圖了。现在看到的就是泪的墓碑啊，还有他们整个家族的墓碑。那泪死後呢，人們建立了法藏寺，留下了墓碑，留下了供養。但你會發現一件事啊，這一切啊都是發生在事情結束之後，這不是預防，而是善後。那關於淚淵這個怪談的發生地啊，咱們已經都拍完了。那接下來啊，咱們就要返回到東京都內了。現在來到東京都的目黑區，在故事的最後啊，是因為一個高僧的出現嘛，才讓這個故事畫上了句號。那現在要去看一個寺廟啊，這個寺廟就和這個高僧還有淚是有直接關係的。大家可以思考一件事啊，這個高僧的出現，只是單純的讓這件事結束，畫出淚的怨念而已嗎？現在看到這個寺廟啊，就是目的地了，叫做祐天寺。它的名字呀，就是根據故事裡的高僧啊的名字而來的。這名高僧啊，叫做祐天上人。眼前的就是淚冢啊，那就不用介紹了，大家也知道這是給誰建的了。那在故事的最後啊，正是祐天上人啊出面鎮撫了這一連串的怨念，但他做的呢，並不是消滅，而是承認、記錄、命名和供養。那換句話說呢，是把那些被抹去的人重新拉回存在過的位置。講到這裡啊，應該很多人已經發現了，這個故事啊講的不是一個人的悲劇，或者一個家庭的悲劇，又或者一個村子的悲劇啊，它講的是一種狀態。那這個狀態啊，就是卡薩內重置。對，所以大家在這塊可以看到，它特別標注啊，一定要念卡薩內，那塊也是標注注音。然後那個碑上直接就不寫漢字了，寫的是卡薩內啊，這才是這件事的核心啊。並不是要告訴大家某件事發生了悲劇，而是卡薩奈這個存在本身就是一個悲劇，而這個重置，這個卡薩奈可能發生在任何一個人的身上。那為什麼淚在現代會變成那種人生被取代的都市傳說？因為現在啊，不需要把人推進河裡，名字可以被接手，賬號可以被繼承，人生可以無聲的被替換。那最恐怖的不是死亡，而是你消失了，但沒有人發現。所以呢，淚淵啊，最恐怖的地方不是鬼，而是當一個錯誤啊沒有被承認，它就會一次一次的被重複。那這也是為什麼就連這個故事的本身啊，它都在不停的被錯誤的傳播和講述。